来洛杉矶旅行，我想你一定需要了解它有哪些必看景点，如何有效地安排行程。这期视频我来分享洛杉矶5个旅行须知，以及10个免费的打卡景点，收藏起来，相信会帮助你更好地游玩这座美国西部的天使之城。洛杉矶，美国仅次于纽约的第2大城市。作为国际知名都市，它的名气主要来源于它在全球电影娱乐、时尚设计创新、国际贸易物流等多个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好莱坞大道上的明星，比弗利山庄的奢豪，圣莫妮卡海滩日落，天文台上的迷幻夜景，都能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浮光掠影。而在逐一介绍景点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以下5个旅行须知，一定会帮助你更好地了解洛杉矶这座城市。1. 地理位置。洛杉矶作为美国西海岸的最大城市，与东海岸最大城市纽约有着5-6个小时的飞行距离。它位于南加州的海岸线上，向北可以走著名的1号公路，欣赏北美最美海岸线；向东可以走66号公路，感受美国母亲之路的文化。2. 城市交通。洛杉矶除了是公路、海运交通的枢纽，它也有着美国第2大繁忙的机场。洛杉矶的国际机场拥有着往返中国最多的航班。作为美国西部华人最聚集的城市，整个洛杉矶地区有约43万人口是华裔。然而，如此繁忙的机场居然没有地铁可以直达。目前最方便往返市区和机场的公共交通是 Flyaway Bus， 据说在2026年才会再开通一个新的轻轨与地铁连接。洛杉矶的公交和地铁都可以刷手机下载 Tab 充值付费，但乘坐这种公共交通，我想还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因为有时可能会遇见有流浪汉的环境。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租车自驾，但在找停车位时要注意路标，避免不必要的罚单开销。如果遇见洛杉矶出了名的堵车和狂躁司机，开车还是要小心一些。所以我来这里一般会采用乘坐 Uber 加公共交通的方式。如果进地铁站，可以考虑乘坐地铁；如果公共交通不便，可以乘坐 Uber。3. 住宿区域。洛杉矶的景点分布其实比较分散，没办法住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去所有的景点。景点之间的交通时间可能会比你预计的要长。如果结合安全性和进景点的考虑，优先可以住在圣莫妮卡海滩附近，其次是好莱坞附近。4. 旅行季节。根据这张洛杉矶全年气温表，最好避开极热的夏末秋初月份前来，即便是冬季白天也有20度。如果你像我一个不小心在9月份前来，洛杉矶很大概率会给你个38、9度的天晒晒。今天气温是39摄氏度，真的马上就是不分手了。5. 安全因素。在洛杉矶众多危险因素中，最直观能让游客们感到不适的就是街上的那些 homeless。据统计，这座城市有近4万5千人无家可归。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具备攻击性，如果遇到的话，保持友好距离即可。我想凡事都有风险，我们无需被杞人忧天的担忧困住了自己的手脚，也要时常对周围的环境保持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OK， 在了解了洛杉矶的基本情况后，那接下来我来分享10个免费的打卡景点，给你的行程安排作为参考。这里的免费指的是没有门票，不包括购物、餐饮、停车、交通等其他费用。朋友们也可以根据时间轴直接跳转到你感兴趣的景点。那第一站就是好莱坞星光大道。那我得到这个奖呢，要感谢很多人，要感谢正在看视频的粉丝们，感谢你对我们视频的，感谢你对我视频的支持。没错，这里就是让洛杉矶成为全球电影、电视、音乐、娱乐产业核心的原因，这里是好莱坞的所在地。而星光大道就是一条东西延伸 1.3 英里的街区。自1960年镶嵌在地上的第一颗星至今，这条街已经有超过2700多个星星，它们代表了在电影、电视、音乐、
广播、戏剧、体育6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公司或虚拟角色等等。如果你乘坐地铁过来，可以在星光大道核心区域 Hollywood Highland 站下车，出了地铁口就能看到20年前成龙在这里获得的星星。你也许想不到这些小商贩会在这些星星旁卖谁的周边。如果你想找具体某一个明星的位置，可以参考好莱坞星光大道官网。从地铁口向西走2分钟，就到了知名明星集中的位置 TCL 中国剧院。作为好莱坞举行电影首映和红毯活动的著名场地，这座结合了传统中国元素的剧院是星光大道上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在它门前可以看到很多你熟悉的明星的手印和脚印。哎呀，小明哥的手还挺大呢哈。这里的纪念品店也充斥着好莱坞的氛围。如果你热衷于从世界各地收集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可以去买一个奥斯卡奖杯纪念品。那这些呢，都是它辉煌的一面，但作为游客，当然也要了解它现实的一面。如果你对好莱坞明星没有太大兴趣，也许来这里你更直观的感受是人员混杂，甚至环境脏乱。如果在街上遇见卡通人物主动和你拍照，估计不给点现金你是走不开的。所以希望来玩的朋友们在触碰明星梦想的同时，也要有一些现实的心理预期。从星光大道朝北看就是好莱坞的标志，可以作为游览洛杉矶的第2个打卡点。要说最能代表洛杉矶的地标，就是好莱坞的标志了。而在美国人心中，最能代表好莱坞的又属阿汤哥。所以代表着洛杉矶的汤姆·克鲁斯成为了巴黎2024年奥运会闭幕式上的特邀嘉宾。I'm on my way. 今年62岁的他，依然用电影中人们所熟知有冒险精神的高难度方式，将奥运的旗帜传到了202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美国洛杉矶。不仅如门面一样存在着代表着洛杉矶好莱坞标志的这几个简单字母，更是全球影视行业的象征与招牌，吸引着各国游客前来拍照。但这个有5环的好莱坞标志只是在奥运会闭幕式期间的临时装饰，现在我们来还是会看到它平时的样子。其实这个好莱坞标志是源于1923年房地产开发商的临时广告牌 Hollywoodland， 由于知名度越来越高，标志才被保留了下来，并在1949年将最后4个字母 Land 去掉了，后来才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13.7米高全钢结构的标志。如果你在网上看到很多位置的打卡攻略，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都在这片私人住宅区域。如果自驾的话，不建议把车停在人家门前去打卡拍照，可以乘坐 Uber 或是徒步过来。所以大家可以去它山脚下这个公园拍照，路边就可以免费停车。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区公园而已，结果变成了全世界游客的打卡圣地。它只是山顶上有几个字母而已，大家顶着炎热的酷暑在这打卡拍照。我想一部分人来这里拍照是为了精装社交朋友圈，但对很多人来说，它除了是洛杉矶的文化标志，更多是代表了他们追寻的美国梦。我想来这里打卡不是去追寻美国梦，而是提醒自己，你的梦想又是什么？现在是否还在坚持？洛杉矶旅行第3站，可以去能遥望到好莱坞标志的格里菲斯天文台。自1935年开放以来，这里就是全世界游客访问量最大的公共天文台。原因就是它包括望远镜在内的太空科学展馆都是免费的。根据天文台的捐助人格里菲斯的遗赠，他希望建造的天文台能让公众都能接触到天文学，而不只为科学家使用。进入大门，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中央圆形大厅，在天花板轴承上牵引悬挂着一个240磅重的青铜球，在自由地摆动。
随着地球自转，球摆的轨迹会慢慢偏离，逐一撞倒空中的小柱子。这就是物理中有名的复刻摆实验，用以证明展示地球自转的进程。一进门就先上了一节物理课，这哪是天文台的大门呢？这是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呀！你在这里观察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单独讲一堂课，感兴趣想学习的朋友绝对可以在天文台上待上一整天。而最吸引游客驻足的就是这里的特斯拉线圈，在每隔1个小时左右就有6分钟的演示中，通过它产生的至少50万伏特的高压电弧火花和令人不安的噪音，让游客们直观地感受到高压电的力量。它以其发明者古怪的天才尼古拉·特斯拉的名字命名。特斯拉线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空气传输电力，这是不使用电线提供电力的伟大梦想的一部分。这里的不同展厅都有着不同的主题，有的展示了太阳和月亮是如何与地球相互作用的，让我们有了日出、日落、季节、潮汐和岁月的流逝。有的展示了一个大型元素周期表中一些化学元素的样本，和介绍了它们的太空起源。还有的在展示了对生命之源太阳的窥探。好了，我们先课间休息一下，就来阳台上看看风景。因为这天文台的至高位置，可以从这里俯瞰洛杉矶的城市全景，遥望市中心的高楼。我现在后面就是洛杉矶的整个城市全景。远处的市中心虽然不像纽约那样有密集的高楼林立，但它还是勾勒出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天际线，加深了人们在这里拍照的热情。课间休息后，我们继续回来，去楼下天文馆大厅上课。下一节是有关于天空的故事。首先，坐在爱因斯坦的旁边，像他一样仰望天空，我们能用一个手指遮住的天空面积，就是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幅银河系大图景。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图景，一幅246亿像素的天文图像，由格里菲斯天文台处理和定制的望远镜数据制作而成。其中的200万颗恒星和星系几乎全部只能通过望远镜看到，而这样的大图景需要1357张才能覆盖整个天空。现在我们是否能想象到宇宙的真正壮丽？除了大图景，这里还有一些太阳系星球模型的展示。我突然发现，这个不是我之前去过的那个魔怪谷州立公园，好像啊！怪不得人家说犹他州是火星星球的表面。在月球模型的旁边，你能看到一块由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登月任务中收集的月球岩石样本。在我们熟悉的地球模型上，还可以清晰地了解山脉高原。好了，今天天文台的课先上到这里。现在同学们，我们下课一起去外面看一场洛杉矶的日落和城市夜景吧。天文台的傍晚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分，因为人们都在争相捕捉那橙红色的日落与好莱坞标志同框的瞬间。即便山顶的日落转瞬即逝，但天边的余晖如人们的热情一样，久久不愿散去。夜幕降临后，天文台给公众提供免费的大型望远镜观测木星和月球。我们头上看到的那月牙湾，在望远镜里居然是这样的。最后再回到刚才看洛杉矶城市全景的阳台，现在看到的已经是人类制作的繁星点点，就如同仰望的那星系宇宙一样。我们好像可以轻易地被那超乎想象的浩瀚无垠所吞没。这一刻，感觉一个人真的如沙粒一样渺小，而人的烦恼又如此轻如鸿毛。在逛完了洛杉矶最著名的好莱坞区域的3个景点后，接下来我们去洛杉矶的市中心附近看看。洛杉矶 Downtown
是这个城市经济行政、艺术时尚与购物娱乐的交汇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高楼大厦与历史建筑并存，艺术形式与商业气息交织。简单的漫步在市中心的街道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虽然洛杉矶的市中心没有什么国际知名的旅游景点，但却有一条号称世界上最短的铁路 Angel's Flight 天使飞翔铁路。这段铁路连接了山坡上下2条街，除了给一些不想爬坡的人提供便利外，现在游客更多的是想来体验一下这只有91米长的铁路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像我一样从山下坐车，是先上车，然后在山上出站的时候付费。木质摇晃的车厢充满了复古感，尽可能地还原了它120多年的历史，感觉像是乘坐一辆来自过去的列车。开车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车就到站了。付费口是山上的站，单程$1，刷地铁卡50美分。这条开通于1901年的铁路，作为洛杉矶名副其实的历史性城市地标，也曾出现在100多部电影的场景中。如果刚刚坐上来还没反应过来就到站了，没关系，好在车票不贵，我又坐下去了一遍。市中心还有一处有年代感的历史地标，就是 Grand Central Market， 这里很适合来探寻美食的朋友们。作为洛杉矶最大最古老的公共市场，中央市场从一开始就是洛杉矶故事的一部分。自1917年开业以来，这里汇集了各国风味的美食，同时它也像是洛杉矶移民社区的历史缩影一样。像是这家被称为业内传奇的美式中餐，自1959年开业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菜单据说都没怎么变过。有各式各样的美食，披萨，还有泰餐、日餐，更多美食等你自己前来探索。简单逛完洛杉矶 downtown， 下一站我们去离市中心很近的中国城看一看。这个地方已经落魄成这样子了，人去楼空，全部都空了。乘坐地铁在 Chinatown 站下车，从车站的建筑风格就能看出中国城到了。然而作为第一次来洛杉矶中国城的我来说，当我走到它正面牌楼门下时，着实有些超乎我的预料。在我想象中，也许它会有些破旧，但至少也应该是人流熙攘，而眼前看到的景象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来错了地方，这简直就是一座空城。大门紧闭的商铺，寂若无人的街道，年久失修的牌楼，这些遗留了近100年、有着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和装饰，仿佛在默默诉说着那昔日辉煌的市区和无法重现的繁华。而洛杉矶华人变迁的故事，要从170年前说起。据记载，第一位华人是在1852年抵达洛杉矶，那是清朝咸丰皇帝的时期。后来在光绪时期的20年间里，曾建起来过一座有着3000华人居住、覆盖15条街巷、200栋建筑的老中国城。然而因为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要修建 Union Station， 曾经那个老中国城最终被拆除了。而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是1938年民国时期建成的新中国城，所以你能在广场上看到孙中山的塑像。这里的一切都是早期移民的文化象征符号。那为什么现在这里又会变得如此萧条呢？首先是人口外迁，那些第一代移民的后裔就是大家熟悉的 ABC 们，这些只能被称为华裔而非华人的2代移民，他们长大后大多是不会留在中国城的。其次是新时代新移民的经济水平提高，在洛杉矶东部等郊区，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更现代化便利的华人商业区。所以当你再走回到这已进入迟暮之年的新中国城街道上时，感觉像是走在上个世纪里一样。我觉得它更像是页角泛黄、内容缺失、被弃置在博物馆角落的一本旧书一样，
如果你还愿意翻开阅读那段快被人遗忘的历史，至少存着后世敬畏之心。结束完洛杉矶中国城的游览，接下来我们去附近的日本城看看。乘坐地铁在 Little Tokyo 下车后，就来到了这被称为小东京的洛杉矶日本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巨大醒目的人物画像大谷翔平。作为洛杉矶道奇棒球队的明星球员，他可谓是日本的国民偶像。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日本村广场，就是小东京的商业活动中心地带。一走进这个小广场，就立刻会被眼前琳琅满目的日本元素所包围。除了可以购买各种日式特色商品以外，这里也很适合品尝各式美食。据说广受美国人欢迎的 California Roll就是在1980年代日本寿司厨师在洛杉矶发明的，所以起名加州卷。带着葡萄果味的，放了点瓦萨比在上面，味道不错，酸奶味儿。有慕斯味，又有草莓、水果的鲜香。虽然这个广场只有1-2条街区大，但加上它周边近5个生活商业街区的洛杉矶日本城，还是美国仅有的3个官方日本城中规模最大、日裔人口最多的一个。小东京起源于1880年代，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洛杉矶日裔美国人的文化活动中心。然而眼前的日本城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曾一帆风顺。曾经在鼎盛时期的小东京大约有3万名日裔生活在这个区域，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二战期间在美日裔被监禁，小东京几乎空无一人。战后的日裔人口仅剩战前的1/3。尽管经历了战争的动荡，战后的小东京也在逐渐复兴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日式传统建筑和文化场所，同时又加入了多元现代元素，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小东京，传承着艺术文化，吸引着游客驻足。逛完洛杉矶市中心区域的中国城和小东京，接下来我们去一个非常适合傍晚时分游览的景点——圣莫妮卡海滩。作为最能代表美国西岸海滨风情的热门地标，洛杉矶的圣莫妮卡有着3.5英里长的沙滩，而落日余晖下的圣莫妮卡海滩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人们来这里欣赏太平洋日落带来的温暖晚霞，因为这片海滩诠释了梦幻中的橘子海在现实中的具体意象。人们来这里去感受海浪带来的乐趣和欢笑，夜幕降临时，变冷的海水依然浇不灭游客们的热情。而这木质发旧延伸至海里的码头，它的故事要追溯到1909年。最初，圣莫妮卡码头的修建是为了解决当时废水排放的问题。后来到1920年代，这里才逐渐演变为社区居民和游客的娱乐场所。所以人们来这里更像是想参与到来自100年前的娱乐氛围。游客们争相在这个标志牌下打卡拍照，也成为了来圣莫妮卡海滩的必做事项。因为洛杉矶是美国母亲之路66号公路的终点城市。逛累了，还可以在街边来一套标准的美式快餐，可乐、热狗、汉堡、焦糖爆米香，或是尽情地加入到街头艺人带来的活力与浪漫。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From him to you,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He can't take his eyes off of you. I love you, baby. 虽然近些年来有了越来越多既干净又优美的沙滩给人们选择，圣莫妮卡海滩可能早已排不进真正意义上好的沙滩范畴，但这经历了风雨和变迁的码头，也见证了人们对这片海滨的热爱。如果你也好奇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长久以来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游客，不妨有机会亲自来到这片海滩上，看看它为何会被称为洛杉矶的缩影，加州梦的写照。能代表南加州海滨风情的，除了圣莫妮卡，还有它南边与之相邻的威尼斯海滩。我之前在1号公路的视频中曾来到过这里，这次作为洛杉矶10个免费推荐景点之一，我就偷个懒，和大家一起再浏览一下上次的视频啦。今天我们来洛杉矶著名的威尼斯海滩。作为洛杉矶波西米亚精神的代表，你一定会被这里的活力和文化气息所感染。这里你会看到滑板炫技或者翻车现场，因为这个出名的户外健身房，这里也叫肌肉沙滩。人们来这里海上冲浪、骑单车、打篮球、网球等各种海滩运动。琳琅满目的商店也为你准备好了充足的商业氛围。听着街头艺人的弹唱，漫步在棕榈树的海滩，阳光沙滩棕榈树，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洛杉矶。还有彩绘墙壁上的意难平和人们的纪念。威尼斯海滩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吸引着人们在这里表达自由、创造力和多样性，如今依然淋漓尽致地向游客展示着他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从圣莫妮卡海滩出来，顺着圣莫妮卡大道往回走，就来到了下一个游览点——比弗利山庄。我身后呢就是比弗利山庄了，一群人在这打卡拍照。没想到一个小区能变成旅游景点打卡的地方。比弗利山庄，一个受富人名流追捧的豪宅聚集地，还汇集了各种高档奢侈品牌。洛杉矶的城中城，全球最知名的居住区，世界上最贵的3个购物街区，这些标签似乎让比弗利山庄成为了人们心中财富的代名词，象征着美国加州的奢华生活方式。其实把比弗利山庄放在洛杉矶的10个旅行景点推荐里面，我是有点犹豫的，因为其实它只是一个富人生活的小区，搭配着几条购物街而已。但为什么会受人如此追捧呢？只是因为这里的房产和商品都比较贵吗？走在罗迪欧购物大道上，看着周围或是打扮光鲜亮丽来拍照的游客们，或是脸上洋溢着由金钱带来的某种获得感的购物者，闻到身边路过的一家家品牌店流露出夹杂着各种奢侈感觉的香气氛围，这里的一切都像是金钱的浮夸表象。我在想，什么才是真正富有的人？金钱真的是判断人生富有的唯一标准吗？我想，达则有兼济天下的承担和考验，穷也有自我提升的自觉和修养。一个思想健康、内心富有的人，才配得上外在赋予他的各种财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比弗利山庄。他可能嫌我们这群人太吵了。
在洛杉矶10个免费推荐景点中，目前我们已经游览完9个，接下来我们将要去最后一站盖蒂中心。作为压轴出场的盖蒂中心是洛杉矶最美最有人气的艺术馆，它与南边的盖蒂别墅并称为盖蒂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艺术机构，总资产价值约100亿美元。这些财富起源于石油大亨保罗·盖蒂的收藏和遗赠。他认为艺术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文明影响，所以自1997年以来就免费对公众开放。人们可以在这里饱览从中世纪到今天数百年的非凡艺术收藏品，尤其是他的镇馆之宝梵高的鸢尾花。这每年吸引着180万游客的盖蒂中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下吧。首先，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门厅拿一份中文导览地图，或是在手机下载 App， 边走边听里面的官方讲解。盖蒂中心分为流动专题展览馆以及东南西北4个馆，它们分别展示了来自不同年代的收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些重点艺术品。流动专题馆目前的展览主题是光的艺术与科学，整个展览将带您欣赏来自中世纪的西欧珍贵藏品。你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这些历史遗物，包括珍贵的手抄本圣经、透着光的彩绘玻璃窗，以及各种金属材料的作品。这些艺术品通过对光的巧妙运用，创造出了璀璨的视觉效果，也展现了西方宗教是如何运用光来表达神圣性。为了重现那份光影给中世纪人们带来的震撼，展览还特别展出了几件当代艺术作品与历史藏品形成对话。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北馆，主要展示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以及北欧的珍贵藏品，特别是关于宗教艺术的展区，通过细致入微的雕刻和绘画，再现了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氛围。在北馆里有一幅肖像画，也许会吸引你的目光。画像中那优雅自信的贵族站姿，手大腰细的夸张画法，以及这位10几岁少年矜持自豪的面庞上透露出天真的傲慢和脆弱。这幅彭托莫的骑兵肖像是在1989年博物馆在一场拍卖会上用3520万美金买下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之前古典大师画作拍卖记录的3倍多。如果说之前我们去的格里菲斯天文台是上天文物理课，那盖蒂博物馆感觉就是来上美术鉴赏课了。下课休息期间还可以在阳台上俯瞰洛杉矶远景，或是在中央公园散步看花，或是在庭院下喝一杯咖啡饮品，感受艺术氛围。感觉这里特别适合喜欢装文艺范儿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到的西馆是最受欢迎的展馆，因为这里有盖蒂中心的镇馆之宝梵高的鸢尾花。其实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是不知道这幅画的背后居然有一个如此艰辛的故事。那是梵高去世前的最后1年，他住进了法国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被限制的空间里，他与大自然的唯一联系就是窗外庭院角落里的这片花圃。盛开的鸢尾花用动态的笔触线条，鲜明的颜色对比，浓烈地展示着生命的勃勃生机，每一朵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梵高对自然有着精致透彻的理解，他曾说过，如果你真心热爱自然，你会在任何角落发现美丽。即便身处疾病和困难，他的画依然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鸢尾花是他住院后的第1幅画，而后在他生命的最后1年里创作了近130幅画作。不知那时的他是否想过，在他过世后的100年后，这幅画曾卖到过5390万美元，最后在1990年被盖蒂博物馆购得。除了梵高的画作，西馆里还主要展示了多种艺术风格的欧洲收藏品，那是19世纪艺术家们对自然、哲学和人性表达的深层次探讨，带我们再次领略欧洲艺术史上那充满活力的时期。
西馆和东馆可以看到的绘画等艺术品，在该地中心的南馆还可以欣赏到17至18世纪法式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装潢，以及各种欧洲装饰艺术。奢华的法式家具、瓷器、精美的时钟、吊灯，都体现了当时工艺的顶级水平，也展现了法国皇室以及欧洲上流社会对美学与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该地中心有着上万件艺术珍藏品，而视频只能展现其中的沧海一粟。我想每个人对艺术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件艺术品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和自己的价值，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经历了作者背后精心刻苦的雕琢，才得以成为艺术品。作为洛杉矶旅行系列里的最后一站，我想借此感谢一直看我视频走到这儿的你，也能在经历岁月的磨砺后，雕刻出属于自己最有价值的珍品。洛杉矶的旅行当然也远不止我视频推荐的这些，但这10个景点都是没有门票费用的，也非常适合第一次来游玩的朋友。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还可以去著名的迪士尼、环球影城，以及附近沿海度假小镇，或自驾1号公路，以及周边的国家公园。你还可以乘坐火车，沿着美国西海岸至最北端的西雅图。没错，下期我们就更新这被称为美国最美风光线路之一的海岸星光号火车旅行。